乌死守战略重镇，夺回市议会大楼，俄军渗透大受挫。顿涅茨克爆裂冲击，乌军精准打击俄无人机核心基地，利曼重返乌哨。精准打击俄能源命脉，火力发电厂燃烧，炼油厂瘫痪，补给陷入严重危机。爱国者防空上线，西方坦克碾压俄军装甲，战场主动权逆转。俄酒价暴涨30%，军工裁员潮来袭，俄经济与战争压力骤增。近期，乌克兰东部战线持续陷入激烈交火，波克罗夫斯克及周边前线局势持续复杂。据悉，乌军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已经成功夺回市议会大楼，清除了大楼内的俄军人员，并重新升起乌克兰国旗。斯凯利亚部队在电报频道发布了作战消息及相关影片，详细记录了市议会清剿俄军的行动。乌克兰通讯社报道，总参谋部重申，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地区的乌军尚未被包围，目前正在阻止敌军渗透，同时集结在市内的俄军目标，积极展开反制行动。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联合行动持续推进。第425特种部队旅突击队、国家安全局特工、特种作战部队、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情报总局均参与打击和搜索行动，保卫部队还获得了增援。乌克兰安全局11月5日报告称，整个10月期间，波克罗夫斯克战斗中，乌军已击毙1500余名俄军士兵，摧毁20辆坦克、62辆装甲战车及532辆运输车辆。SBU 指出，这些数字为已确认伤亡，俄军实际损失可能更高。前线士兵透露，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南部集结力量进攻，并尝试穿便服伪装平民渗透乌军阵地，这一欺骗战术违反国际法。另外，在波克罗夫斯克市区，俄军企图利用摩托化部队和步兵在浓雾掩护下渗透至市郊，部分士兵驾驶皮卡拆除路障进入市区，但步兵渗透行动被乌军及时歼灭，未能形成突破。为牵制俄军进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下令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发起重点反击。乌军运用无人机搭载扩音器广播投降指令，结合泥泞地形包围并清除多个俄军据点，迫使部分俄军大规模投降，而企图增援的俄军部队因机动受阻被迫撤退。在炮兵战中，乌军第40炮兵旅成功摧毁俄军2门122毫米地30牵引榴弹炮与1门152毫米地20榴弹炮。防空方面，当一架俄军沙赫德型自杀无人机逼近住宅区时，乌军防空导弹成功拦截，避免平民伤亡。此外，东南部康斯坦丁尼夫卡前线，乌军亦摧毁俄军阵地。俄军虽试图在市区部分区域死守，多次反攻均失败。乌军发言人表示，部队将持续巩固防线并推进反攻，无论天候如何，乌克兰军队都不会让敌人夺取我们的城市与自由。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声称，俄军已封锁波克罗夫斯克与库皮扬斯克2大重镇，但乌克兰方面迅速反驳，前线仍在激烈交战，俄军尚未突破防线。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坚守阵地，数百名俄军在多次进攻中被迫撤退。库皮扬斯克方向，俄方仅派出约60人的小分队，被乌军逐一清除。这2座城市是乌东防线的咽喉，一旦失守，俄军可直逼第聂伯河流域，威胁乌克兰腹地。关于波克罗夫斯克是否被攻占，情况也没有外界传言那么简单。自10月15日以来，关于波克罗夫斯克陷落的消息层出不穷，有的称乌军后路被切断，有的称俄军进入市中心，还有说法称通过管道突入，但多数源自俄方宣传，意在削弱乌军士气。实际上，乌军在当地防守多年，防线坚固，难以轻易突破。根据最新战况，乌军仍控制顿涅茨克州约22%的区域，其中包括波克罗夫斯克及周边7个堡垒群，形成最后防线。换言之，波克罗夫斯克并未完全失守，仍掌握在乌军手中。不过，社交媒体上曾流传乌克兰老兵求救视频，虽已证实为假，但仍引发公众担忧。西方专家通过夜间热成像发现，俄军补给车行驶路线异常，可能在规避监控。
11月6日凌晨2点，顿涅茨克国际机场附近突发连环爆炸，火光映红夜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经过数月潜伏与筹划后，发动高精度联合打击，目标直指俄军见证者无人机储存与组装中心，以及附近的大型弹药与燃料库。现场画面显示，多次爆炸接连引发二次燃烧，烈焰持续2小时，浓烟升腾数公里。乌军总参谋部证实，此次袭击采用了无人机加巡航导弹混合打击方式，对整个区域实施饱和式火力覆盖。情报显示，俄方基地内除有约1000架见证者无人机、1500枚弹头及大量燃料与通信设备。首轮打击命中核心仓库区后，连锁爆炸彻底摧毁了设施。乌方评估，约40%俄军无人机库存被焚毁。这次代号为马迪亚之鸟的行动，由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火箭炮兵部队和第414特种舟艇中队共同执行。指挥官布罗夫季透露，早在3个月前，特种小组便已潜入目标周边，通过监听通信、分析运输路线与燃料供给，逐步锁定基地核心区域。1点47分确认目标后，乌军火箭炮兵发射精确制导弹药，无人机全程监控打击效果，实现实时修正。这座无人机基地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主要后勤中枢，负责见证者136型无人机的储存、维护与发射，是袭击乌克兰城市的重要出发点。乌情报部门指出，近2个月多起袭击哈尔科夫与第聂伯罗的无人机皆源自此地。基地被摧毁后，乌军监测到俄军在顿涅茨克方向的无人机活动骤降约 40%， 部分部队因侦察支援中断，被迫放缓攻势。这场行动的背后是乌军战略转变的缩影。面对俄军无人机数量激增与抗干扰性能提升，乌方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打击。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数据，2025年前10个月，俄军无人机发射量激增 303%， 其中见证者系列超 4.4 万架。乌克兰电子战部队指出，新型号具备更强抗干扰系统，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中锁定目标。过去1个月，乌军已连续摧毁3处俄军无人机设施。10月18日，乌特种部队炸毁扎波罗热州一处秘密组装厂，摧毁生产线2条及20余架无人机。10月25日，又以巡航导弹摧毁克里米亚一座导航雷达站，导致当地无人机瘫痪3天。此次顿涅茨克袭击被视为乌方无人机战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布罗夫季在战后表示，这场行动是乌军多军种协同作战的典范，从情报侦察到火力打击每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未来还将继续打击俄军关键后勤节点。前线士兵也直言，以前只能被动防守，现在我们能主动端掉他们的老巢，这让大家重新燃起信心。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北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持续活动，已接近高速公路及稀疏高层建筑区域，但乌军防守稳固，尚未形成危机。另外，最近乌军通过一次精心策划的战术突击，成功夺回利曼基周边8700多米控制区域，撕开俄军北部防线的关键缺口，为东部战线的战略格局带来重要转折。利曼作为顿涅茨克北部的铁路枢纽，自1911年铁路建成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其铁路网络连接斯拉维扬斯克和北顿涅茨克，是前线弹药和补给的生命线。自2022年以来，这座小城控制权多次易手，每一次变动都直接影响顿巴斯防线完整性。此次乌军收复意味着俄军北部防御体系出现明显漏洞。乌军的胜利得益于侦察、干扰、突击闭环战术，无人机编队低空渗透，锁定防线薄弱点；电子战部队压制俄军通信与制导系统；装甲集群在炮火掩护下集中突破。战场遗留的坦克残骸、缴获装备和部队标识显示，俄军单日损失过100人，同时有20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这一突破打破了俄军多线压制、乌军被动防守的僵局，并可能引发俄军内部指挥与兵力配置矛盾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国际援助同步推进。法国宣布将向乌克兰交付新批幻影2000战机及 Aster-30防空导弹，配套飞行员培训已启动，空地协同能力正重塑前线攻防平衡。尽管利曼失守对俄军是重挫，
但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的激烈交火显示，全域拉锯仍在继续。俄军可能组织反扑，阵地争夺仍将惨烈。总体来看，乌军通过战术灵活性弥补兵力劣势，将战场节奏从闪电战转向精准博弈。利曼的胜利为东部战线注入关键信心，也让未来局势充满变数。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与军需体系的打击正在持续升级。最新消息显示，乌军对科斯特罗马州 Grass 发电厂发动无人机与可能的远程导弹联合打击。目击视频显示，爆炸和大火持续燃烧，火光照亮夜空，浓烟滚滚。该厂装机容量达3600兆瓦，是俄罗斯中部最大火力发电厂之一，不仅支撑民用供电，也为众多国防工业设施提供能源。地方电视台承认火灾发生，但否认电厂已完全被摧毁。与此同时，俄罗斯南部最重要的炼油设施之一伏尔加格勒卢克炼油厂在遭到乌军无人机重创后，已被迫全面停产。据开源情报技术披露，此次袭击直接命中了炼油厂的核心装置，包括常压蒸馏装置、CDU5以及加氢劣化设备，导致炼油能力瘫痪。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公布了空袭画面，视频中滚滚黑烟笼罩整个厂区，火光映红夜空。伏尔加格勒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年加工量约157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 5.6%， 同时为南部军区部队提供燃料补给。专家指出，这次袭击可能对俄军在南线的后勤体系造成直接冲击，短期内难以恢复生产。Osint 报道称，炼油厂的常压蒸馏装置与加氢劣化装置均被摧毁，火势蔓延全区。乌克兰官方公布的视频中，厂区被黑烟笼罩，火光映红夜空。另外，近期乌军夜间无人机群再次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引发大规模火灾。这是7周内第4次针对该设施的打击。该厂年炼油量达数百万吨，是俄西部能源供应的核心枢纽。乌军总参谋部证实，多轮空袭已让俄方石油精炼能力下降约 20%， 而独立情报机构估计，实际降幅接近 38%， 部分炼厂停工率高达 37%。这意味着俄罗斯的财政命脉正被逐步切断，国内汽油供应告急，出口收益骤减。由于燃料短缺，俄政府被迫延长汽油出口禁令，全国已有57个地区陷入燃油紧张。10月俄石油日均出口量降至180万桶，远低于战前水平。分析指出，这一连串精准打击以系统性削弱俄罗斯能源与后勤体系，使俄军在前线的燃料补给面临严重危机。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一名乌军工程师透露，目前乌方无人机生产已完全实现自给自足，每天可下线600多架无人机，甚至海用型号出现过剩，我们已经能出口。这套以战养战的模式正在让乌克兰军工从废墟中崛起。乌克兰防空部队近日传出振奋消息，德国援助的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正式进驻战线，并已投入实战部署。泽连斯基亲自确认，这批美国制造、德国转交的装备是乌克兰冬季防线的关键补强。一名驻守在基辅附近的防空官员在夜间拦截演练后表示，乌军终于迎来真正的呼吸空间。过去几个月，俄军夜袭频次激增，仅11月初的2次夜袭中，俄方就发射超过700架无人机与60多枚导弹，密度之高为战争爆发以来罕见。爱国者系统在中短程导弹拦截中的成功率超过 80%， 曾击落俄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被称为导弹杀手。德国此次援助不仅数量创北约国家新高，还附带 IRIS-T 与天空盾牌等系统，构建起远近结合的立体防空网。据北约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德国此前达成补给协议，美方优先为德军补充库存，使柏林敢于调出现役装备支援乌克兰。泽连斯基强调，这只是第一步，要全面覆盖全国关键城市和能源节点，乌方仍需更多防空组网支持。泽连斯基表示，没有足够的天盾，就没有冬天的安全。在战场另一端，乌克兰的空中力量建设也迎来突破。
瑞典方面宣布将加快向乌克兰移交鹰狮战斗机的进程。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在访问瑞典期间，参观了萨博 （Saab） 军工集团总部，并与高层探讨未来合作方向。萨博公司透露，正筹划与乌方共同研发新一代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从能源中枢到军需补给线，从防空扩军到联合研发，乌克兰正在通过持续打击与技术合作，系统性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这个冬天，战场的主动权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另外，在顿涅茨克平原，近日俄军 T-90坦克被炸得炮塔飞起，乌军豹 2A7 突击群稳步推进，在无人机引导下精准摧毁目标。这场被称为教科书级突破的战斗，象征西方坦克全面改写俄乌战场的装甲格局。乌方数据显示，俄军坦克损失已超 1.1 万辆，即便以开源情报的保守统计，也有4000辆被击毁，相当于12个装甲师化为废铁。顿涅茨克方向的战斗中，豹 2A7 凭借强悍防护和灵活战术，24小时内突破2道防线，歼敌半个营。即使被导弹命中，仍能作战，与海马斯火箭炮协同切断补给，迫使俄军退10公里。与此同时，美制 M1A2 艾布拉姆斯展现出钢铁堡垒般的防护力，其皮铀装甲、自动防爆设计与强力火控，使其能在单挑中摧毁多辆俄军坦克后全身而退。相比之下，俄军每辆价值450万美元的 T-90，往往被一枚5万美元的反坦克导弹击毁，形成致命的成本落差。更关键的是，乌军吸收西方网络化作战理念，无人机、火箭炮与装甲部队实时共享数据，实现发现及摧毁。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利用此体系成功诱歼俄军一个装甲旅，仅3小时便完成包围歼灭。如今，俄军的装甲洪流已成乌军靶场。T-72与 T-90在豹2与 M1A2 面前脆弱不堪，缺乏现代指控与侦察系统，使其暴露在无人机视野下，无处遁形。顿涅茨克防线的溃败证明，当西方装甲技术与乌军战术创新融合，俄军的装甲优势正全面崩塌。随着更多豹 2A7 与 M1A2 投入前线，乌军的智能化作战体系日趋完善，战场天平正加速倾向基辅。那支曾号称坦克之师的俄军，如今正为技术落后与体系失灵付出沉重代价。据多家俄媒报道，莫斯科已批准新消费税政策，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预计葡萄酒价格涨幅最高，可达 30%， 啤酒上涨约 10%， 伏特加也将上涨约 11.4%。这一举措已引发民众恐慌，尤其是依赖酒精的俄军，更将直接感受到生活成本压力。酒价上涨是俄乌战争间接影响的体现之一。进入2025年，俄罗斯民众越来越切实感受到战争带来的冲击，乌克兰频繁空袭和西方制裁已严重打击俄方能源系统，多地汽油供应紧张，加油站排起长队，甚至传出向白俄罗斯进口燃油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称，由于美国新制裁，印度等国的炼油商已减少采购俄罗斯原油，这进一步削弱了俄方战争资源。与此同时，俄罗斯关键军事工业也面临压力。作为俄军坦克主要供应商的乌拉尔车辆厂正在进行大规模裁员。据一媒体报道，2026年前将裁员约 10%， 部分部门甚至高达 50%， 且暂停新员工招募。综合来看，2026年将成为俄乌战争的重要节点，俄方经济与军事压力或将迎来质变。另外，2025年11月，俄乌战线激战正酣之际，俄罗斯第58集团军前司令伊万波波夫因欺诈罪被判处5年监禁，并被派往工厂参与无人机防护网的制作。据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麦什报道，波波夫早在2024年5月便被捕，此后尝试通过重返战场戴罪立功以求脱罪，但最终被法院以无空缺职位拒绝，其重返前线的梦想彻底破灭，只能在后方承担防护网相关工作。随着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常态化，尤其频繁光顾莫斯科等核心区域，波波夫的任务量急剧增加，但这种防护网能发挥多大作用，仍存在疑问。
毕竟乌军无人机残骸常引发火灾。与此同时，俄战区卢甘斯克副总检察长基里尔·格列科夫被曝身亡，原因尚不明确，有分析怀疑是自杀，也可能是乌克兰特工的定点清除。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已在东部俄战区清除多名叛徒，其中不乏高官。国际方面，摩尔多瓦宣布关闭位于基辛诺乌的俄罗斯之家科学文化中心，指责其散布虚假信息并危害国家网络安全。摩尔多瓦自2024年起开始与欧盟推进入盟谈判，其未来明显倾向欧洲阵营。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